把头抬起来。果然与众不同，眉清目秀，轮廓柔美，一头秀发也果然乌亮动人。啊！哼，果然是魅惑君主的小贱人。听说你只是平阳侯府的一个小歌姬，你凭什么踏进宫里？哎，皇后英明，刚才你打她一个旋身侧扭，腰姿款摆，我看这身子确实有引人之处啊。我们不是出自皇亲贵胄，就是高门大族，现在竟然来了这么一个歌姬，叫我们如何自处啊？皇后可是当今太皇太后的亲孙女，窦太主的亲女儿。姐姐你这么说，把皇后置于何地呀？把她转过来！你敢抗旨？把她转过来！皇上驾到！住手！陛下圣安。陛下圣安。皇后平身吧。平身。谢陛下。朕回宫后，本想向太皇太后请安后，便来看你。不想，原来你在召见未及。不知道皇后收到朕的礼物没有？陛下是说那盏金乌灯台吗？臣妾好喜欢，但是一送过来就被臣妾打翻了，摔坏。陛下送此灯，是想重提当年金屋藏娇之诺吧？朕正是此意。此灯被毁，不是太可惜了吗？可惜，当年之诺，随着时日褪色被忘，这才叫可惜。陛下如果不是为了新人，也不会跟臣妾再提誓言吧？朕是九五之尊，有为汉家天下延后嗣之责，选妃纳妾在所难免。皇后是六宫之主，所以同样也该以延续后嗣为己任，何不拿出气度，包含其他嫔妃？臣妾听出来了，陛下是嫌弃臣妾没能诞下龙翼是吧？朕没有这个意思，朕只是希望皇后能够明大义、识大体。陛下所说的识大体，就是把那些唱曲儿的、跳舞的，不论身份好歹的，都带回宫里，淫乱后宫。皇后说话请自重。陛下为了这个卑贱凌人，是要吓唬我是吗？既然我是六宫之首，这狐妹子由我来管。皇后，你要管后宫，就要先给其他妃子立个榜样，对你的夫君恭顺守礼，对大汉的天子尊敬服从，而不是胡闹放肆。堂堂大汉天子，何以动此大气呀？陛下万安。母亲，皇上带了个市井歌姬进宫，做了这等荒唐事，还跟我讲大体。出自平阳侯府的，何以被贬为市井？姑母，朕要的大体，只是以事论事，要有起码的风度。母亲，你呀，这是你自己招来的气受。陛下，皇后当众失了分寸，是馆陶教女不严，还请陛下多多见谅。姑母，何罪之有？你呀，既然贵为皇后，
就该比其他人更加懂得礼数，言行要以礼服六宫。皇上乃天子，对于朝廷和后宫所有的礼法，他都十分的清楚，何须你费神担心？皇上怎么会不知道新来佳人子的出身呢？又怎么会忘记，民间女子一定要先学会宫中礼仪，才能有资格册封，是吧，陛下？你身为姐姐，就应该以身作则，好好管教，让她能够早日侍候君王嘛。陛下的人，我管教不了。这倒也是，管教也要观其才智。但是皇后，规矩不能废，你不教也要有别人来教，教好了之后再论册封，这才是有风度、识大体，是吧，陛下？姑母说的有道理，这我就放心了。对了，陛下，刚才去向祖母问安的时候，有没有提到带歌姬入宫这件事啊？皇太后知道此事后，听说好像很不高兴。不过呢，既然陛下会处理得当，想必皇太后也不会再气恼了。不嫁不色，不受不立，却是高门大户的写照。其实高门大户什么都不做，倒也还太平，就怕是硕鼠。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黍；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麦。古人以硕鼠为诗，来形容那些巧取豪夺的恶官商贾。朕以前只是读过，这次出宫，真要好好的视察。陛下以民为本，奴婢替百姓谢过陛下。你确实不同，明白朕，不会只图恩宠。妃子从来没有如你这般的。奴婢不敢当，只是奴婢出身民间，所以对民生自然更多了解一些。那你以后啊，可要多跟朕说说，让朕知晓百姓的生活实情。其实朕离宫后，最放不下的就是你。陛下不用担心，奴婢在这里一切安好。只要陛下心里有奴婢就好。朕在外面，每个清静的夜晚，只要看到这片浩瀚的星空，便会想起。子父，你知道吗？朕第一次看见你的眼，就觉得里面藏着星海，闪耀生辉。奴婢第一次见到陛下的眼眸，就像是在满天的繁星中见到最亮的那一颗，让奴婢感到无比温暖安心。那最让你安心的是什么星？北斗星啊！啊，因为它能指引你方向。而且在我无助彷徨的时候，只要看到它，就觉得在被守护着，不用再害怕了。好，那朕就是你的北斗星大哥。北斗星大哥，天大的事，有朕护着你。朕离宫之后，你要万事小心。等朕回来。嗯。瑞姬最熟悉宫中规矩，是先祖孝文皇帝的宠妾，就是年纪大了，身子弱，需要有人照顾。瑞姬一定会将所知的相授，你要向她好好学习。多谢樊娘提点，也请樊娘照应一下与我同来的沈家。放心吧，知道她善于刺绣，已经派她去知识刺绣了。这就好。小倩，这是新来照顾瑞姬的，叫魏姬。
瑞姬，你是谁呀？奴婢卫子夫。你，又是你！瑞姬，瑞姬，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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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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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谁？怎么在这里？你要知道，你进来了，就出不去了。何必呢？都这么多年过去了。还是不肯放过我，是他派你来的吧？你要知道，想要害我可没那么容易。不，奴婢是新来的佳人子，来向瑞姬学习宫规。宫规？哼，早说嘛！不以规矩，不成方圆。宫中的规矩必定要学，可宫里的事岂能仅靠这规矩二字？个中的权谋计算要学的多着呢。我以后再教你，退下吧。诺。姐姐，姐姐，我是送饭来的。小倩，为什么锁着我们？瑞姬怕是病了，需要诊治。麻烦你通传一声，叫樊娘放我出去，叫鲍世成。瑞姬她有狂癫之病，治不好的，鲍世成来也没用。把门锁起来，就是为了不让她出去。什么？姐姐，对不起，我实在是过意不去。其实，本来是安排我来服侍瑞姬的，谁知道临时换了你来。谢谢你，替我挡了这灾祸。这瑞姬，大家都知道她危险。我听说她在这北宫已经困了40年了。她本是先祖孝文皇帝的佳人子，可是不知什么原因，她得了狂癫病。大家都怕被派来服侍她。进来容易，出去难。瑞姬，她能伤人，她随时都会发狂的，日夜提防也没有用。我真不知道你留下来日子怎么过。没关系，甜亦乐，苦亦乐，安之乐之，心善之间。既然不能离开这里，那我就安心留下来。你放心吧，我会事事小心的。再小心都没有用，狂癫的人呐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早前呀，被派去照顾瑞姬的宫女啊，有一个被他打死，还有一个被他……你没见我在熏香养神吗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是，小的刚才说什么，窦太主啊，全听不见。你向来做事妥当，本公主很欣赏，赏你300金，带樊娘去领赏吧。诺，谢窦太主。母亲，情况如何？你放心吧，
那瑞姬随时会发狂伤人，卫子夫很快就会被活活打死。瑞姬她一把年纪，万一伤不了人，反而让她占了上风，那可怎么办啊？那就更好。以前呀，有宫女为了自保，用烛台打伤了瑞姬，后来那宫女被斩首示众。瑞姬不过是祖父一个失宠的佳人子，哪会伤了她就要处死啊？你们晚辈不知道个中玄机，那瑞姬的身份可不是那么简单的。聘则为妻，奔则为妾。皇后之外，其他的妃子都是未经婚仪，算不上妻子。只有皇后能行亲残之礼，领嫔妃、公主到东郊采桑。姐姐，你还好吧？我还好。对了，你替我去看沈家了吗？当然有，他很好，你就放心吧。只是知事事忙，他给累坏了。在我心里，你是在代我受罪。只要你在这里能安然，我就放心了。别担心，其实只要不打扰他，不引他注意就没事。那就好，姐姐，那我先走了。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呐。瑞姬，用膳了。这个给你，怎么了？怕有毒啊？瑞姬，还是先用膳吧。你知道，在这世上，哪种死法是最痛苦的？身上万虫噬咬、搏夫追随之痛，你尝过没有啊？瑞姬，看你吓成这样子，没事的。好吧，看在你肯喝我的甘草汤份上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你信任我，我信任你。来，我们用膳吧。祖母，有出脚底戏叫《东海皇宫》，比那些戏曲杂耍有意思多了。娇儿，你说说看。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叫皇宫的东海人，他年少时学了一些法术，这法术可以擒虎捉蛇、兴云雾、造山河。有这么厉害？真是香气逼人呐！祖母，你答应过我，全部图好才闻的。啊，行，啊，你说那个皇宫后来怎么样了？啊，谁动了哀家的玲珑双蝶步摇？太皇太后息怒！
你们的管事没告诉你们，其他的都可以修整擦拭，唯独这玲珑双蝶却是不能碰的。把事物都放回去，叫你们管事下个月派个老练的来。诺。华工美军，华工美军，快来看，值8000钱一张，快来看！不收驻银，以无一物。你要是想买，就拿府上的玉瓶座来交换，钱币我可不要。你这什么道理？买卖早说好了，怎么就不收钱币呢？哎，不收就是不收。那是驻银，不能动啊！驻银，你们要干什么？那是官银，不能碰啊！我就是要把这些破钱币全砸了。是管夫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不许抢！这是在干什么？大人，这人劫抢银车，快把他抓起来！哎，管兄，你本为京官，尽管现在已被免职，可我素来敬重你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哼！这就是你私铸的银钱，我劫抢你的铸银，就是想要告诉大家，你这是在劫抢百姓的血汗。全因为你这种铸币商铸出这种缺斤短两的钱币，商贾们才拿这些伪币做薪资。你看，这就是你们贪婪者的祸，把这事给我带走！快，把衣服拖回去！说得好，做得好。官夫啊，像刚才那种好事，你常做吧？只是求心安罢了。见到这种不仁不义之事，岂能不管？刚才朕看到那无良银商被抓，也觉得痛快。如今你无官无爵，闲游四海，上至贵族，下至庶民，皆敬你3分。朕听段宏说，你身怀侠肝义胆，所以门庭若市，是吧？哈哈哈哈！侠肝义胆说不上，只是向来不拘小节，约略有积蓄，凡有才德贤能的都愿意相交，所以有些时刻罢了。段宏年少之时也在你门下，又是你把他引荐给窦婴的，让朕得此好进位，你居功不少。恐怕鄙人之功，该不止这些吧？本来是不是？先帝在位之时，你平七国之乱有功，朕登基后就想重用你，可惜你醉酒闹事，连太皇太后的亲属都敢动手打伤。朕把你远调燕国，你却又再次鲁莽伤人，被免职也是理所应当。不过鄙人还是那一句，但求心安。但求心安，很好。听说你善于武打，而且谁的情面都不给，不知是不是？陛下恕罪，何罪之有？朕一次事件，便释出2个忠臣，快意得很。谢陛下。段宏听风。段宏在，你舍身护主，朕今封你为七门仆射，臣必誓死为陛下保驾护航，死而后已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至于你，进退有度。朕之前认为你鲁莽，难成大事，看来是朕错了。陛下言重了。你见多识广，门下贤才无数，朕希望你能推荐可用之人，让朕差遣。将来朕新政得成，定会顾念你的大功。谢陛下。鄙人不求什么封赏，指望能助陛下一臂之力。陛下明德亲民，必成旷世明君。朕这次往民间走这趟，终能亲睹民生疾苦，
体会所谓苦饥寒，如今丸的深意。这6个字，足以驱策朕，当个为民立命的好皇帝，不负一人。瑞姬，你看看，我做好了。好香啊！算你聪明，我一顿饭的功夫，你就把这个做好了。好，值得我再教你盥洗之礼。谢瑞姬。足容重，目容端，手容弓，头容直，气容肃。请瑞姬灌手。很好。我不要！我不要华太！我不要！我不要！我不要华太！我不要华太！我不要华太！喝！皇后就是要你华太！我不要！安！我不要！瑞姬啊！瑞姬，你放开！瑞姬，你放开啊！给我放开！我的孩我的孩子，母亲抱不住你。好了好了，没事了，都过去了。好了，都过去了。瑞姬，都过去了，现在没有人可以伤害到你了。我刚才对不起啊。没事，过一阵子就好了。你真傻，像其他人一样把我踢开就好了嘛。瑞姬咬我是无心，只不过流些血。如果我踢开你，你的牙齿给碰掉了，以后还怎么用膳啊？我咬你是无心的，你忍耐就好。可其他人要是咬你，你可别由着他，必定要把他的牙齿全剔掉，知道吗？娇儿，你怎么这么快就灰心丧气了？这都伤不到头。母亲，你不要安慰我，干脆说拿他没办法好了。哎，白费了我一片苦心，什么都安排好了，他那一脚就是没踹下去。这个女人也实在不简单呐。你敢拿话来刺我？小人知罪，请皇后恕罪。退下。诺，小人告退。娇儿，你勿需紧张，那花虽有暗刺，始终伤人有限。那倒未必。一向谨慎的皇上，为了他焦躁起来；一向狂癫的瑞姬，却为他安静下来。母亲，你说我能不紧张吗？哎，既然这次那颠覆没伤着他，他
他也没伤着那颠覆，那不如救。母亲，难道除了铃声，还有别的办法，可以让瑞基发狂？何须让他发狂？他没有弄死那小贱人，那就让那小贱人弄死他。我虽然只是他的婢女，可是他说过，当我是妹妹一样。他不要其他夫人专宠，却要我侍第一。我虽然答应他不会生孩子，可真有了身孕，怎么会舍得？况且保得住龙胎，就保得住爱宠，就保得住性命。我不告诉他有了身孕，是理所当然的。在宫里面，哪里有真心呢？今日与你互称姐妹的，说不定明日就来要你的命。喝点甘草汤吧，你今天配的汤特别清甜。你真是个好女子，但世间瞬息万变，你必须要好好保护自己，知道吗？不然，还不如早早离去的好。当年皇上最疼爱我，在我玉足细嫩纤幼，后来脚上有了疤痕，就再无颜面见皇上了。我没有运气，孩儿我也没保护好，保不住他，就保不住恩宠。唉，希望你的运气比我好，你将来能够……瑞基，瑞基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我去见我的孩子。去见皇上。你别吓我！来人呐！来人！来人呐！卫青，怎么回事？未安宫那边传来消息，你姐姐害死了先帝宠妾，已经被抓了。这可是死罪啊！你现在逃出去还有条活路，不然恐怕连你也得判个重刑。看看，这些玩意儿见过。怎么样？你招不招？无罪可招。好啊！谁敢伤我龙翼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谁敢伤及皇上的骨肉？你有了？你若不相信，可以去问鲍世成。进宫时，鲍世成清楚地记录了我受皇上宠幸与月事的时日。我受宠至今，一直没有月事。哼，那又如何？那也不一定有孕呢。嗯，你就敢肯定我没有身孕吗？皇上仍无子嗣，若我腹中真有孩子，而又因受刑伤及，你担当得起吗？难道你就不怕招来杀身灭族之祸？
确实是1个月都不到。哼，这个低贱的歌姬，竟敢用肚子来护身，那樊娘也真是没用，吓得不敢入刑。哼，我偏要对着她的肚子踢打鞭烙，看是肚子能护住她，还是她能护住肚子。娇儿，别生气，你坐下，坐下呀。一切都记录在案，你现在去动了他，万一出了事，怎么向皇上交代呀？就差这几天了，你暂且忍一忍。我相信他也不过是缓兵之计，就让他多逍遥几天吧。母亲，你知不知道我担心什么？缓兵之计倒还好，要是真的怀孕了，那我怎么当这个皇后啊？要是她没身孕，死罪肯定逃不了。如果真的有了，我要让她死得更惨，但是不能死在掖庭啊！跟你脱了关系之后，哼，我保证要让她尸首无存。朕离宫之后，你万事要小心。等朕回来。宫廷险恶多诡，今日荣耀不保证明日安然。除非你有皇子，或许能保住你的性命。如一，进来吧。日子到了，只不知是你的吉日，还是你的忌日？如一，有劳你给她把把脉，好看她怀了没。不用了。难道月事来了？这个来了，那龙种岂不就是没了吗？啊？参见皇后。奴婢卫子夫参见皇后、窦太主。卫子夫，你杀人这个案件早已呈给本皇后，你可知道本皇后为什么现在才审判？就是因为你曾受圣宠，只盼你能为皇室延年子嗣。说不定添个一男半女，不只能抵其罪，更能立下大功一件。可惜没有。既然你没有龙胎保护，樊娘，杀人之罪应当如何？论罪，当斩。那就拖出去斩。慢着，杀人之罪可有证据？犯人僭越犟嘴，斩首之前先掌嘴50，杖打100，拉出去。且慢！参见皇主。皇后金安，姑母万安。我正在审讯犯人，姐姐来所为何事？臣就是知道皇后要判处犯人，才赶来阻止。我尊重公主，乃皇上亲姐，叫你一声姐姐。可是公主也该尊重我，乃皇后，后宫之首。后宫之事，是非对错由我定夺；后宫之人，生死荣衰由我旨意。岂是公主你能阻的？把卫子夫拉下去，先用刑，然后斩。诺，不能斩。谁敢不听令？皇上，后宫之事，臣自不敢干预。但皇后刚才也说了，我是皇上的亲姐姐，事关弟弟，
家人的生死，身为姐姐，当然要通知皇上。也许是天意，皇上本已启程前往上郡，竟然让平阳府信使赶上报讯。如今皇上已在回宫路上，并传来手谕。 朕公务在身，丝挂家眷，却经闻后宫凶案，痛心疾首。问及其详，疑处重重，唯恐其中有诈，着令囚疑犯卫子夫于报室，待朕回宫细审论刑。若有私自用刑者，以为止犯上论。钦此。 谢皇上，遵旨。皇上驾到！陛下圣安。平身。 臣妾分内之事，陛下干涉，既与理不合，也致臣妾颜面威严于无存。今后臣妾如何统帅后宫？还请陛下让臣妾主理此事。朕无意干涉后宫之事，但牵涉人命，事关重大，朕也想了解是非对错，不想朕的皇宫徒添冤魂。冤魂已添，是非已明。 杀人偿命，就是给冤死者还以公道。既说杀人，有何理据？瑞姬殿内只有卫姬一人，膳食由叶廷私膳房供应，二人同吃，却只有瑞姬中毒，分明就是卫姬下毒杀人。皇后亲睹卫姬下毒吗？即使没有，那他人也无下毒的机会。又有宫人守卫亲睹吗？ 既说二人独处，又何来目击者？那在卫姬身上搜到毒药了吗？毒药已下，又从何处搜寻？卫姬身处深宫，找到给她毒药的同谋没有？或是卫姬进宫之前早已备好毒药，并无接应？或是，那卫姬是否供出杀人缘由？可能受不了瑞姬严厉教导。 杀人泄愤，以逼劳苦。可能，皇后要朕让你掌六宫，断生死，你知人死罪的理由只是单凭揣测，这不是太胡闹了吗？既无实据，又无人证，更无杀人动机，就此定罪，简直荒唐。瑞姬之死，交廷尉重新调查，卫姬无罪释放。 谢皇上。若是哀家不准放，又当如何？太皇太后金安。太皇太后金安。陛下。 都起来吧！谢太皇太后。祖母何以纡尊到此？哀家知道，皇帝和皇后在审理后宫凶案，哀家怕有偏颇，所以特来看看。卫姬杀人只是片面之词，并无杀人动机或人证物证，故孙儿将其释放。卫姬之死，交廷尉调查。母后，陛下，我有人证。 可凭据皆动机，那就宣证人吧。奴婢小妾拜见太皇太后、皇上皇后。免礼了，待会儿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。诺。小妾，卫姬如何对待瑞姬，
快讲出你所知所闻。禀太皇太后、皇上皇后，奴婢每日送饭时与瑞姬和魏姬，常闻魏姬埋怨照顾瑞姬辛苦，更恨瑞姬偶尔发狂，让其身心受伤。不，闭嘴！奴婢没有撒谎，这是瑞姬所咬。魏姬曾说，恐怕不知何时会再受瑞姬痛打，深恐性命堪虞，为求自保，得先下手为强。小妾，我跟你无怨无仇，你为何诬陷我？子夫，对不起，但在太皇太后、皇上皇后面前，我不得不说实话。不，你还说，反正瑞姬狂癫吓人，她死了也没有人疼惜，到时候定能脱罪。你撒谎，我没有说过。既然人证动机都在，就按罪处死吧。来人，在。你受谁指使？说。回陛下，奴婢从没有伤害瑞姬之心，更遑论受人指使。但如今有人证说你意图杀人，是证人说谎。奴婢虽曾被瑞姬所伤，但她是无心的，奴婢从来没有记恨过她。陛下，这案件已经一目了然，而且太皇太后已经定夺，何必再给凶徒机会呢？父母，所谓魏姬杀人，而断案所依的人证动机，只单凭宫女小倩一人之词，这当中疑点重重。若是魏姬下毒，到底毒从何来？陛下英明，魏姬只不过是一个新晋的佳人子，怎么可能胆大包天，藏毒宫中，甚至带毒在身？若小倩所言属实，魏姬是因为不堪折磨而毒杀瑞姬，以求自保，那么毒杀就不是预谋。若是如此，魏姬难道一直藏毒在身？那她的目的何在？陛下，可见他居心叵测。他本来不只要对付瑞姬一人，可能还有其他不轨意图呢。那干脆尽早下令将他处死。看来皇后也认为此事所牵扯的不只是老宫人被杀，而是另有玄机，那就更不能就此结案，非严加细查不可。陛下，臣总觉得还有些疑处，也许当中有不可告人的阴谋诡计。朕不查个真相大白，绝不罢休。陛下，一个奸险女子私带毒物入宫，有害人之意也好，有自保之心也罢，反正她用毒杀人就应该伏法。哼，所谓阴谋，不过只是猜测而已呀。就算真的要查，也未必能查得出来呀。这阴谋怎算似是而非？朕目下就有可疑之人，能指使他人替之卖命，能利用宫里人脉，在后宫覆手翻云。此人，或是你。平阳公主。当日是你献魏姬进宫，如今这乱局岂会与你平阳侯府毫无瓜葛？陛下，我与你自小亲好，我自问对你问心无愧。当日为于帝皇进献魏姬，只是希望能替陛下分忧解愁。不料这一片冰心，到如今却成了蛇蝎心肠。陛下尽管查，不查清楚，我绝不会罢休。我倒要看看能查出我平阳公主有什么阴谋诡计。好，若查出有什么来，即使是至亲，朕也必严惩。要不然就愧对祖父祖母了。彻儿，你为了查究这宗案子，把你亲姐姐都牵扯进去了，甚至连你的祖母和祖父都搬出来了，是不是啊？祖母，孙儿知道。这瑞姬曾是祖母侍女，祖母此番亲来听审，
足见主仆情深，必不想瑞姬死得不明不白。孙儿为了祖母后代下人的情分，还有祖母的名声，一定要查出真相。好，就依你。谢祖母。母后，祖母，哀家给你5天时间。邓弘，臣在。立刻将魏姬、樊娘、小妾一并带去非常殿。诺。祖母，我乃6宫之首，此案的犯人与证人理应交由我来管。祖母，此案非比寻常，未必只涉后宫，可能牵连朝廷。好了，都不要说了，大家都别争了，全由哀家来看管。樊娘和小妾暂时安置于长信殿配殿，平阳府有关人等留居皇太后的长秋殿中，不得踏出宫门半步。至于魏姬，将她单独囚于望星阁。彻儿，5天期限之内，哀家必保她安然无恙。要是你能证明与她无关，哀家马上将她释放；否则，哀家就以她的人头祭奠瑞姬。那歌姬果然是个祸害，连累我全府上下给囚禁起来。平阳侯府何曾受过这种待遇？哼！参见君侯、公主。哼！你们把他关到哪里去都好，就是别跟我们囚在一块儿。他跟平阳侯府全无关系。下去吧。君侯跟你们说笑而已。诺。说笑。公主啊，皇上随时论罪，他是那歌姬的弟弟，被牵连没话说，可是把我们平阳侯府都搭进去，不是太冤了吗？我们姐弟祸及君侯，给君侯带来麻烦，求君侯恕罪。但依小的愚见，皇上断不会为难公主，说不定这只是救我姐姐的缓兵之计。住嘴！你以为进了宫，你就真的以为自己长进了啊？你懂什么呀？皇上用的正就是缓兵之计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起身吧。谢公主。哎呀，怎么会看不出来呢？只是圣意难测啊，公主。哎！虽说皇上有什么缓兵之计，但现在大家仍算是戴罪宫中，你倒笑得开心显逸啊！最好我平阳府的人以后都给关在宫里，好让你跟女儿团圆，是不是？你就由他们吧，大家都出自平阳侯府，自然是要叙叙亲情，叙叙旧了。难道要哭丧着脸吗？公主，公主，君侯，奉皇上旨意，请公主到非常殿问话。问话？正要用膳呢。皇上已备好酒菜，且召来了8人不撵，恭请公主。8人不撵，君侯上宾之礼啊！好。哎，公主，那你快去啊，去啊！不是说有话要问吗？想问什么，不妨直说。弟弟想问姐姐，这新进贡的举酱酒，味道是不是姐姐尝过美酒之中最上乘的？不错。既是姐姐喜欢，那么弟弟便全数留给姐姐吧。弟弟有难题，你我姐弟同当，这好酒难求，何不分甘同味呢？弟弟有难处，姐姐想都不想就帮忙。如今这点小心意，岂会不悉数送给姐姐呢？母后那边是有点生气，
不过你放心，我劝他只当是我入宫与弟弟亲近几天，反正不是真的姐弟不和。母后已经安心了许多，只是弟弟需要尽快结案，到时候再向母后请罪就没事了。弟弟何尝不想尽快结案？只怕姑母行事慎密，不会留下尾巴。你倒说得坦白。子夫谦厚，除了因宠遭妒之外，还有其他理由会惹上祸端。樊娘竟然安排子夫去向瑞姬学宫规，其实一开始就是个圈套。至于那个小倩，看似柔弱，却得势不饶人，对子夫的指控全触及祖母心思，一看就知道是有人指使。究竟谁人指使，我们心中有数。现在就从瑞姬的死因着手，先查出死因，找到下毒源头，这样就能顺藤摸瓜，查出真相。参见陛下，公主回来了。御医怎么说？据御医查验所报，瑞姬的确是中毒而死。至于是何毒所致，他们一直在查究，却难下定论。会是厨房动了手脚吗？瑞姬死后，御医怕是厨房出错，曾去细查，连他当日的食物残羹也留起细验，一概查不出有什么问题。臣会继续调查樊娘、小倩的一切。朕已下旨，不管任何人，如有报信，赏；有线索，赏；有证据，更赏。那我就动用宫中所有人脉追寻线索，希望尽快查出真相。如今我们最大的敌人，就是那弹指光阴。太皇太后金安。这鱼呀，尚且通情达理，知道饿死了会让主人不高兴，所以饱食3餐。可有些人却有时不食，无中生事，是存心跟哀家作对吗？你是有意弄出性命之忧，让哀家失信于皇帝，还是害了人心有余悸而食欲不振呢？禀太皇太后，奴婢这2日来只饮不食，不是存心与太皇太后作对，而是想以此对瑞姬尽哀悼之思。这话倒新鲜，谁听了都觉得稀奇。这样的谎话，你以为哀家听了会相信吗？请太皇太后明鉴，奴婢未曾说谎，万物有情，连鱼儿也懂得体念主人心。更何况，奴婢跟瑞姬相处多日，自然是有情分的。他不是曾经癫狂发作，伤了你吗？过来，让哀家摸摸那伤口。哎呦，咬得很深呐，这罪不好受吧？要说为此把他杀了，哀家信；要说跟他有情谊，为他哀悼，哀家不信。瑞姬伤我只因病发，我并没有害她的道理啊。你是太过纯真善良，还是太过诡计多端？故作矫情，想撇清罪责呢？奴婢的确没有杀她，除了病发的时候，瑞姬一直待奴婢很好，宫中规矩礼仪，她也是知无不言。在我眼中，她是可怜，但更可敬。可敬？如何可敬啊？她虽知自己身在冷宫，但只要一清醒，
就会把自己梳理整齐，施上脂粉，插上他真爱的双蝶步摇，把自己有伤疤的脚包裹好，总不失他作为一个佳人子的身份。瑞姬力求端庄，不管有没有人看见，只管尽心尽意做好本分。他教奴婢的第一样公规，就是分尊卑，忠心事主。够了！他可曾向你提起他忠心事主的下场？我不要华太！华太，喝！我不要！瑞姬要是不忿于自己的下场，就不会教奴婢忠心二字。他可有说怨恨过谁？给我放开！我不要！我的孩子！死前又是否有遗恨？怨恨何人？遗恨何事？瑞姬从未明说，奴婢也不想知晓。他只曾经低叹：一入宫门，重重深，身不由己，事事哀。重重深，事事哀。那你呢？可有感同身受？奴婢从小所学，是随事随在，安之乐之，是心善至坚，与人和乐。还有，笑着日子容易过。好，哀家会将你的善事改为斋饭，让你继续哀悼他。谢太皇太后恩典。奴婢斗胆，求太皇太后赐我织机丝线。听说你之前已经向宫婢要了绢布针线，缝制绢花，得以解闷儿，现在又要织机。奴婢缝制绢花，只为装饰瑞姬棺木。今日亲见太皇太后，奴婢就在斗胆恳求，得织机丝线，织出3尺赤绫，为其遮蔽足上伤疤，让他稍补遗憾，安心而去。过来。美则美矣，不料还如此善解人意，难怪连皇帝都为了你神魂颠倒，失了分寸。当年皇上最疼爱我，在我狱卒细嫩纤幼，脚上有那疤痕，就再无颜面见皇上。陛下，查得怎么样？回陛下，那樊娘的叔父原是御医，曾随军戍守河西一带。那他也许因此而认识药里毒物，从而对瑞姬暗中下毒。这的确说得通。可他叔父3年前已经离世了，难以进一步查证。陛下，御医们送来的医书，当中可有什么线索？若是有，朕会这么焦急吗？只有瑞姬与魏姬共处一室，所吃的东西都一样，却只有瑞姬一人中毒。看来此毒用得相当蹊跷。可惜我们可以参透个中玄机的时日不多了。小倩的背景很简单，只是个普通的工人。反而樊娘比较复杂，她没有兄弟姐妹，却在宫外养着一个8岁大的侄儿。臣会再进一步调查。
即使有重伤，还是没人来讨。子夫的生死，要看天命了。白昼降临，平日朕最爱看见旭日东升，总觉得朝气蓬勃，充满希望。可这几日，朕却希望日光不会出现，似乎日子流逝得更加快了。皇后金安，窦太主万福。母后金安，免礼。秋萍，你先下去吧。诺。祖母，孙儿给祖母带来了用天麻、茯苓还有薰衣草制成的香囊，据说能安神养气，睡得特别香。金蝶相伴，铃音绕梁。你们应该知道，哀家这玲珑双蝶放着多年，从未再碰，也不许别人碰吧。娇儿有所耳闻。那依你们看，哀家今日为何又取出带上呢？怕是怀念故人吧？原来你们知道，有些东西，哀家收起，不等于就会忘记；有些人，哀家不见，不等于哀家就不在意。当年哀家能得到孝文皇帝的欢心，瑞基也算有功。哀家本想给他一个安稳的余生，谁知道有人要断了哀家的人情。祖母，断你人情的是魏姬那个贱人。别摆弄哀家，哀家跟那佳人子谈过，他是怎样一个人，哀家清楚。哀家不是说过吗？眼盲，心不盲。母后，是不是女儿做错了什么，惹你不高兴？如果是，女儿在此求母后原谅。女儿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母后，母后，娇儿她苦啊。你知道这个后宫，即使是皇后，也是要步步为营。是，娇儿平时是刁蛮了些，任性了些，但是她心无城府。何况娇儿这么多年都还未有所出，当中她受的委屈可想而知啊。母后，祖母，母后，你是何等人物？当年尚且需要借助外力来顾宠，何况是娇儿呢？后宫凶险，有时为了自保，也不得不做出牺牲啊。其实祖母，娇儿也不想独得帝宠，只希望在皇上心里留点位置。可是，那个魏姬不过是平阳侯府的一介歌姬，皇上竟然为了她，在母后面前演戏，还要给平阳公主胡乱冠一个图谋不轨的罪名，只不过是想拖延此案。这个魏姬才刚入宫，就让帝皇家落下笑柄啊！母后，也许你觉得这个佳人子讨人欢喜，想放她一马，但是人心难测呀。今日是好，但明日呢？怎能及骨肉血脉永远不变的亲情啊，母后！祖母，其实娇儿只想常伴祖母身边，侍奉祖母，这样娇儿就心满意足，别无他求了。娇儿啊，你带来的香囊，当真养神，拿给祖母试试看吧。祖母用过之后，一定会喜欢的。祖母，
你闻闻。根据宫人们的传言，这樊娘在宫里应该有个相好的，但就不知道是谁。臣也觉得，她跟外面养着的那个侄儿关系并不单纯。要是她真的在宫里做出淫秽之事，可能因此给人把柄，任人摆布。如果世上真有毒物，用在不同人的身上会有不同的效果，那么医师们一定会记录下来。若不是，瑞姬之死会否与毒无关？可御医已经断定，瑞姬死于中毒。其实这中毒呢，也不一定是有人下毒，吃错东西也会中毒嘛。你们看，喜娘她吃了烧兔肉，又跑去喝白菜汤，年纪大，体质弱，乱将相冲的食物呢混在一起吃。你看现在不就惨了？哎呀，我做了厨工这么多年，这种事情我见得多了。我记得他们之前查过瑞姬喜欢喝甘草汤，若是甘草配以何种食材会相冲啊？这样一来可就难说了，因为食材啊、调料啊、烹饪方法，什么都是有可能的。哦，这是桂花粉，干花研成的，该不会跟瑞姬的食物相冲吧？甜香。这个小的也不敢肯定，这是厨工董鱼用来制作调味香料的材料。董鱼，他喜欢用干花、香草研磨出特别的味道。他略懂医理，从未出事。哪个是董鱼？叫他出来问话。哦，董鱼前些日子回乡探亲去了。死了。臣追查到那厨工董鱼在宫外的住处。岂料在附近的井里发现了他的尸首，人人都说那口井常出意外，也曾经有人失足跌下淹死。这么巧合，你相信吗？臣不信，这事董鱼一定脱不了关系。臣依他的背景，又追查出当中的人脉端倪，只可惜，这些都不能作为翻案的证据。你肯定那天香有问题？臣曾戍守西北，知着香液从西域传来。性极寒，老弱者不宜服用。若瑞姬常年喝用甘草研配的汤药，再加上这个二者相冲，出事的几率会很大。可惜，这只是你在边关的见闻，不能做理据，更难以让众人信服。厨工虽然见过董鱼用天香混在瑞姬的食物中做调味，但却说不清楚其中的分量。即便现在传御医钻研，也需时才能断定。瑞姬是否因这两种食物相冲而致死？可我们只剩1日不到。陛下，现在所查到的都虚实考证，等不及啊。看来也只有最后一搏了。什么？皇上要来？刚刚收到通传，应该已经快到了，明天就断案了。他现在过来，不会是查出什么东西了吧？参见陛下。快起来，起来。皇后用膳了没有？还没有。那就一起用膳吧。你看，朕给你带了些南方的点心瓜果，全是快马连夜送来，特意带给皇后尝尝鲜。谢陛下。哎，皇后不必拘礼。来，你们都下去吧。诺。皇后，朕初登大同，想有些作为，要兼顾的事情多，
也许你会觉得朕冷待了你。这些臣妾都明白，陛下放心，臣妾没有任何怨言。皇后深明大义，朕就无后顾之忧了。陛下，我们两个从小就相识，常玩在一起，感情亲厚。我们小时候就是像这样分享美味的。这种感情岂会轻易受到影响呢？皇后，你放宽心，不管如何，你都是朕的皇后。听到陛下这句话，臣妾好开心啊！那就好，皇后谨记此话，就忘了之前的风风雨雨吧，像从前般彼此信任，别再与后宫的其他嫔妃计较纠缠了。陛下的意思是，瑞姬死因一事，经朕连日调查，最可能是食物相冲中毒而致，这大多属于意外，跟魏姬无关。是吗？此事疑点重重，未必真的就是毒杀，何必错判伤人命？不如皇上好久没有这样温柔对臣妾了，臣妾本应该高兴。祖母素来最宠爱你，若是你能亲自向他老人家说清楚事情始末，将这场风波平息，朕定会感激你。以后大家琴瑟和谐，感情更深厚。你我的感情不是从小就开始的吗？为什么要我帮了他，才会更深厚？祖母的意思，臣妾不敢忤逆。魏姬杀的可是祖母的故人呢。不知皇后是不敢忤逆，还是一心要铲除魏姬，不惜伤及无辜？无辜？如果是无辜，那皇上这些日子以来应该查得很清楚了吧？无需婉言吝啬，要臣妾去说情。自从夫君登基以来，你有几次这样温柔细语过？现在却是为了别人，我凭什么要帮你？不凭什么，就凭你我之间这点情分，凭你作为大汉皇后该有的气度，就凭陛下一句大汉皇后，臣妾更不能徇私。好一个不能徇私！朕明白了。回禀陛下，太皇太后说要歇息了，请陛下明日再来。回去再传，说朕有急事商状。诺。皇上说有急事，非要见太皇太后不可。才听官陶说，皇帝为了那魏姬去求娇儿，现在可好，求不到娇儿，又来求哀家了。你去跟皇帝说，哀家身子不适，任何人都绝不可打扰。诺。你有没有说清楚朕有急事？奴婢说了，可是太皇太后凤体为和，下令任何人都绝不可打扰。绝不可打扰。是。那就没办法了。段宏，臣在。你刚才不是回报，已经找到证据，证明樊娘就是毒杀瑞姬的主谋吗？正是。你马上去捉拿樊娘。诺。秋萍，给朕的禁卫引路。陛下恕罪，太皇太后有命，没她同意，任何人不可骚扰樊娘和小倩两个证人。此一时彼一时。现在太皇太后凤体为和，已经说了绝不可打扰，朕又不能不秉公办案。
那就只有先审后奏了。你快起来引路，让犯人有机可逃。诺。秋萍，找我有事吗？樊娘，我们已经找到证据，证明你与瑞姬被杀一案有关。现在带你去见皇上。你别乱说，有什么证据？你认识这个吗？这些就是在叶婷你的房间里找到的。你就是用这个天香害死了瑞姬。怎么可能？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。哼，在我的房中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是吗？你的叔父曾当过御医，并随军在边关多年，你不会连天香都不认识吗？那又怎样？那是我叔父，而且他已经死了3年了。你曾替你的叔父抄写遗书，应该不会不知道天香与甘草相冲，何用成毒？你就是利用这点来毒害瑞姬，并加害魏姬。全是臆测，根本没有凭证。要我带董瑜来跟你对质吗？什么董瑜？我根本不认识。那你为何出入他的房间？你的发钗为何在他房内出现？这钗子根本不是我的，你伪造证据，含血喷人！来人，证据确凿。你带走。诺。皇上真要屈打成招吗？大人，太皇太后让我和小倩留在这长信殿，就是怕我们被冤枉。太皇太后英明，一旦知道你借用董瑜之手害死瑞姬，必定不会轻饶。求太皇太后为我们做主！太皇太后，仆夜大人，你虽受皇命，但人在长信殿，你们要有真凭实据才好，要不然，即使皇上也难向太皇太后交代。董瑜已经亲口承认罪状，说樊娘就是主谋，全都是说谎。董瑜已经死了，人证物证都是他编造的。你不是说你不认识董瑜吗？你怎么知道他死了？带走。诺。娇儿，今日天朗气清，正适合送那女人上路，消你屈辱，解你怒气。哎呀，这几日真是太漫长了，多一刻我都等不了了。放心吧，皇上查了好几日都没查出什么事，而且还特意去找你求情。哼，那个贱人魏姬肯定活不过今日，你就安心的等着看好戏吧。太皇太后驾到！祖母，孙儿来给你请早安了。母后金安。都起来吧。皇上驾到！陛下圣安。起来吧。陛下一早来到长信殿，想必是为了魏姬，来向祖母求情的吧？太皇太后守正不阿，言出如山。魏姬若不是凶手，祖母定不会为难；要是凶手，自当从严惩治。彻儿，反正真相已明，就结案吧。诺。本皇，带上来。参见太皇太后，参见陛下，参见皇后。犯人已带到。奴婢拜见太皇太后、皇上、皇后。你二人如何令瑞姬中毒，又嫁祸于魏姬的？说。回陛下，奴婢只是听从樊娘吩咐，拿膳食给瑞姬，趁机与魏姬攀谈，套取消息，并不知食物中有毒。不知道？你先前陷害魏姬杀人的时候，还振振有词。奴婢只是怕受牵连，听从樊娘，把罪责全部推给魏姬。毒杀与嫁祸之事，奴婢真的全不知情啊！樊娘，小倩所说，是否属实？是。奴婢知道，瑞姬常饮甘草汤，
幼枝甘草与须臾的香料天香相冲，老弱者若是多用，会中毒伤及内腑，所以奴婢与厨工董于合谋，在其菜肴当中加入天香，再命小妾去送饭。你为何这么做？是受人指使吗？樊娘，你故意令瑞姬中毒身亡，必死无疑。你若坦诚交代幕后主使，太皇太后或能留你一个全尸，而且不会连累你家中大小。无人指使，都是奴婢自己的主意。你跟瑞姬何来深仇大恨，要置她于死地？还是在替谁顶罪？奴婢服侍瑞姬多年，深受其狂癫的折磨和虐待，奴婢一直怀恨在心，早就想杀了他复仇。既然怀恨多年，为何到现在？皇帝，主谋既已招供，来人，在，把犯人押下去待斩。诺。太皇太后饶命！求陛下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太皇太后饶命啊！太皇太后，孙儿觉得此事让皇帝累苦了。查案之余，又到交房殿套情作戏，再到长信殿等候半天，千辛万苦等哀家一句“绝不可打扰”，好让你的臣子盘问证人，皇帝也够费心的了。此事到此为止吧。彻儿，你去把你姐姐给放了，还有把魏姬带走。谢宗母。皇上驾到！陛下，参见陛下。这几日委屈你了。太皇太后照顾周到，并无委屈。奴婢心静如常，深信陛下会救子父。只怕陛下因此奔波劳累了。朕不累，多亏有皇姐和段仆爷替朕奔走调查。段大哥，谢谢你。为陛下分忧解难，是臣分内之事。有段大哥的帮助，更有陛下的信任与维护，是奴婢的福气。其实当时线索全断，朕也没有把握，所以只能与段宏演两场戏，赌一把。要是赌输了，你会怨朕吗？陛下是天子，若天子也无能为力，便是天意如此。奴婢不会怨，也请陛下万勿自责。魏姬人善天不欺，上苍绝不会让善人蒙此大冤。段宏说的对，朕也相信，上天将你赐予朕，便不会轻易的夺走。陛下，子夫，我们一直都担心你呢，还怕你回不来呢。现在平安无事就好了。姐姐，这些日子，姐姐受惊了，我这个当弟弟的，却未能帮你做什么。怎么说这种话？你为我奔走，还私自出宫去平阳侯府，还因此为我受罚。只是罚操练罢了，比我平日跟段大哥练武比剑轻松多了。皇上知你这次是因为担心姐姐，已经通知了建章宫监，你回去后不用再受罚，还特赐你宗籍，可以出入各宫。什么？意思就是说，你当值的闲暇期间，随时可以去看你的姐姐。真的？姐姐，见到皇上一定要谢恩。行了，事情既已解决，
公主想多留些日子，那我先离宫吧。常总管，收拾一切，回侯府。诺。子父再谢公主与君侯的救命之恩。不用再谢了，起来吧。你如今是皇上的嫔妃，已不是下人，务须行此大礼。你以后啊，好好侍奉皇上，啊，不要再给我们添烦添忧，就算是报答我们了。谢君侯。谢君侯。你与那厨工董瑜暗存私情，还生下了私生子董永。多年来，我对这件事情睁只眼闭只眼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？窦太主视之我忠心，事事顾虑周全，可做犬马。我有一件事要交给你去办，如果你办得妥妥当当，你这件事我不但会继续为你守口如瓶，还可以为你那多病的儿子寻药治病。如此一来，你就不用再为那虚弱的孩子发愁了。奴婢静听窦太主吩咐。董瑜，你发什么疯啊？说嘛，就算皇上亲自来查，也查不到你这儿啊！为了孩子，你别管我，这件事情迟早会被查出来的，查到我这儿就断了线索，你和儿子就安全了。樊娘为了保住孩子，承担一切，也算是个慈母。但可惜她的孩子已经无福消受了。什么？2日前那药送到之时，那孩子已经病死了。那樊娘知道吗？哼，如果她知道，还能心甘情愿独揽罪责吗？不过我也算是成全她了。如今她和她儿子可以在黄泉路上作伴，也可以与董瑜相逢。哼，也算一家团圆了。母后，唉，魏姬这事算是圆满解决了。是啊，母后。那一家人就可以安宁了。母后说的没错。你们姐弟做这一场戏，值得吗？魏姬不同一般女子，她聪明贤惠，宠辱不惊，而且又知通世事。这么好啊，难怪让你动心。不过，此事让魏姬受惊了吧？翠儿，在。玉石能凝神镇惊，此乃珍贵的毒玉。你替母后送与魏姬。儿臣先代魏姬，谢母后赏赐。魏姬既已没事，彻儿也不要只顾着留恋新人，也要想想旧人啊。母后指的是皇后。彻儿知道这阵子冷落了皇后就好。此玉镯，你替母后送与皇后，聊表安慰。母后，魏姬被诬害，皇后脱不了关系，难道儿臣反要安慰她？皇帝可有证据？既无证据，凶手也已伏法，此事也该告一段落。你就不要再心存芥蒂了。她毕竟是皇后，而且真心待你，你要顾全大局。就当是为了母后，去看看娇儿吧。皇上驾到！母后小心。陛下圣安。陛下圣安。起来吧。谢陛下。都下去吧。诺。
皇后没事吧？臣妾没事，臣妾只是想为陛下做些糕点，采花时不慎扭伤了腰。不过只要陛下喜欢，臣妾便甘之如饴。皇后不要总在朕的面前扭捏作态。就要是真的，是装得很真，是掩饰害人而心存不安吧？陛下此话何解？是说娇儿在骗你，是装病扮伤。皇后，你心知肚明。陛下如今有了新人，把旧人抛弃不理，还随意出口伤人，真是本性难移。皇后勿需在此又哭又闹，要留住夫君的心，就不该伤夫君的人。那是母后给你的。你现在连看我一眼都不愿意了，是不是？你不理我，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够了没有？你不要一时哭闹，一时要寻死的，闹得后宫没有半颗安宁。不要！皇后，来人！陛下，传御医，快！诺。娇儿，陛下终于肯认真看我了。娇儿，怎么样了？子夫，你先别着急啊，母亲已经在外面打听了，很快就有消息了。你先吃点东西吧。皇后出了这种事，你叫我怎么吃得下啊？你着急也没有用啊。喜娘，怎么样了？还昏迷着没醒呢。那个太医令几乎把所有的御医都领了去。我听公主吩咐，一直在门口待着。只见那些侍女跟御医们不停地进进出出。哎呀，他们手里的布条上全都是血，吓死人了。母亲，这事儿皆因我而起，这怎么能怨你呢？就是啊，那是他自作自受，拢不住皇上的心。我说错了吗？老实说，假如他真有不测，那也是上天怜悯你。你之前受了那么多苦，又被他冤枉，以后终于可以脱离苦海了。喜娘，怎么能这么说？皇后就是皇后，她一旦出事，后宫必定大乱。我也只是心疼你。我知道，也不知道皇上会如何应对。皇上现在肯定比任何人都难受，我只是担心皇上会背上贪新忘旧、无情无义的骂名。陛下放心，皇后虽受外伤失血，可没有伤及内腑，应无大碍。只是腰伤可能需要调养一阵。腰伤？皇后前不久去采花做糕点，伤了腰。原来她真的是为朕受了伤。皇上驾到！陛下，彻儿、娇儿她怎么样了？母后，姑母，你们放心吧，已经拔簪止血，太医救治的及时，娇儿已无大碍，应该很快就能醒来。太医令，快去给皇后备药，以作调理。诺。皇后已然无大碍，姑母就不要担心了。我们进去看看她吧。怎么能不担心？平阳公主，你教我如何下笔修书回封地，告知唐义侯他女儿现在的惨状。姑母言重了，只不过是两夫妻一时争拗而已。若非平阳公主当日献美，又焉有今日之乱呢？姐姐，我们先去看看娇儿吧。好一句娇儿！姑母，今日这情况，全因彻儿之故，与其他人无关。千错万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怎敢怪罪他人？
更不敢怪罪于陛下。为何人家说我家娇儿住金屋，我就会深信不疑，以为我女儿从此可以安枕无忧？本公主就只有这一个女儿，却亲手将她往火坑里推，我好狠啊！姑母，你放心，朕说过会好好待她，就绝不食言。皇后与朕之间，只是一时有所误会。是我娇儿不好，误会了陛下。幸好娇儿向来都心系陛下，只要陛下一句话，什么误会都可以冰释。只是如果今日这件事传了出去，只怕越传越大。到时候世人会把陛下说成是一个无情、忘恩、不守信义之辈。身为皇后的母亲，陛下的姑母，我不得不替陛下担心。桀纣无道，始于荒淫。即使本公主不敢将陛下与这等昏君并论，可是太皇太后向来对帝德都是要求甚严，只怕东宫震怒啊！参见皇太后、皇上，太皇太后有旨，请皇上即往长兴殿一趟。孙儿给祖母请安。哼，儿孙不和，后宫不宁，叫哀家怎么能安呢？祖母，皇后已无大碍，很快就能醒来。那算是雨过天晴吗？一切就可以当作没事发生过吗？都下去吧。诺。彻儿，坐吧。诺。彻儿，你知道，纵使你妃妾众多，也只有一人是你行过6礼娶过来的正妻吗？孙儿清楚明白皇后的身份，会谨记尊重皇后。夏桀商纣的教训，难道你忘记了？你甘心担起这宠妃妾、伤国母、无情无义的千秋骂名吗？祖母言重了。一家之主，尚且责有千金，何况一国之君？彻儿，你觉得这株蕙兰如何？这花开得绚烂饱满。的确是，但它与主株争养分，害其他花苞枯萎，留不得它。祖母，错不在旁枝侧叶，要怪就怪孙儿年少轻狂。魏姬是孙儿亲自带进宫里的，孙儿也曾对她许诺，若任意除去，同是无情无义。你是说皇祖母要陷你于无义？孙儿不敢。你的孝到哪里去了？庄敬持重哪里去了？你现在跟哀家说你年少轻狂，请皇祖母息怒。逼得皇后伤心自尽，全是孙儿的错。骂上一句无情无义，一时无法争辩。可是孙儿从来不曾无视对祖母的孝道，只因一时激动，失了方寸。你是方寸，你不是一时了。从他上衣承宠，你把他带进宫来，就已经屡失方寸。区区一个民女，竟让大汉天子失去了方寸，不是更该杀吗？祖母要杀人，只要一句话，必然人头落地。孙儿也没什么可说的，可是杀人也得有依据，不然就是滥杀。祖母是滥杀之人吗？事情的始末，祖母是最清楚的。魏姬之死并非她的错，皇后不敢冷待自尽，也不是她的错。若有魏姬为他人的错而受罪受死，那合天理吗？合法度吗？合人情吗？这女子蕙质兰心，哀家也舍不得，却不得不为大局着想。
你可知道诸王来朝，天灾民困，国事多磨，皇帝却为后宫一个没名没分的家人子劳心护航，输了政事，弄得后宫不宁，朝臣离心，这合天理吗？合法度吗？合人情吗？彻儿，现在正是需要天下归心，一呼百应的时候，别为小小家事而贻笑诸王宗亲，有负天下百姓。祖母，孙儿明白，今年各处饥荒，灾民处处。孙儿自会暂且放下儿女私情，将心思全放在国策民生上，更必亲往视察，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。也求祖母开恩，别让深宫再添冤魂，加孙儿之罪孽。好，那你就放下儿女私情，当好你的大汉皇帝。阴间不远，血污历历在目，切记。这是什么？哦，陛下圣安。起来。陛下，皇后怎么样？情况还好吗？是不是有什么不测？还是……没事。皇后。她没事，皇后真的还安好。为什么人人都问皇后是否安好，却没有人问朕的感受？为何连你也这样？陛下龙体安康，英明睿智，相信陛下万事都会处理妥当。朕的确是四肢矫健，会动能绞，可是，子父。难道连你也感受不到朕的心情吗？陛下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奴婢儿时用以祈愿的竹筒灯。皇后受伤卧床，子夫不得见，所以就做了这个灯，祈求皇后身体安康。既然你这么关心皇后，朕就告诉你，皇后有太医令和御医们照应，已经没事了，相信很快就能醒来。那奴婢就放心了。陛下，如果皇后醒来之时，陛下能够陪伴在身边，想必皇后定会心暖释怀。你是想朕现在就去交房殿吗？将心比心，谁不想在伤病危难之时有夫君陪伴在侧，执手细语？奴婢只是不希望陛下背上无情无义，削减后宫的污名。无情无义，这4个字朕今天听够了。其他人说朕无可奈何，可你子夫不可以。朕备受责难，为的是什么？你比谁都更加清楚。朕来这里，本想图个清静，得些安慰。可是看来，这里也并非清静之地。